走，美国一个军事安全的学者，他曾经在台湾的《台北 Times》发表一篇文章，他说：“台湾现在这个所谓的军费真的太低了，你要干嘛？你要把你增加到 GDP 的5%。后来讲说 GDP 的5%还算少哦，如果可能的话，你要增加到10%。他还讲说，你不要再去搞什么国际关系、国际那些组织，那不重要，你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民防增加，你要国防增加，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对手，对，没错。你想说你只是一个民间的学者，你发这个文我们也不用在乎，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而且他还跟那个所谓的小笠原信息的两个人还有对话哦。小笠原信息也跟他讲说，柯宝姐，你这样讲哦，对台湾是有问题哦，因为你真的说你今天台湾的军费真的要大5% GDP 的5%以上，台湾可能会受不了。台湾如果受不了的话，台湾会选出一个亲中的政府。那柯宝姐有退吗？柯宝姐没有哦，他说台湾你自己要搞清楚你的现况。结果他刚刚被川普提名为美国国防部次长。没错，他被提名为美国国防部的政策次长。那政策次长的意思是说，他要负责未来美国国防政策的拟定。那所以呢，他本来跟你讲说，你台湾的国防经费要 GDP 的5%，5%搞不好不给他到10%。我心想，你谁呀？对，他现在是国防部副。对，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今年5月的时候，他在台北时报里面，台北 Times 就说，台湾应该提高国防经费，从目前的2.5%提高到5%。那如果没得到这个标准的话，就不要指望美国会支持台湾。他就说5%只是底线。他说，如果台湾的军事安全还有自主权受到威胁的话，为什么不把国防支出增加到10%呢？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认为说，我们军费不够高的一个情形。好，那这5%多少钱呢？对，那我觉得现在2.5%大概是约莫折合我们新台币大概是4000多亿。那如果到5%的话，可能就接近到9000亿到1兆左右的一个数字。1兆？对，就1兆台币左右。如果按照川普的想法，我们一年花1兆在买军费。但是5%，那如果要到10%的话，那就再往上提升嘛，提升到大概1.8兆到1.9兆左右，就是10%，这就是我们的数字。这就是他讲的保护费。10%，我就说5%是9000到1兆，那如果10%的话，就是1.8兆到1.9兆这个数字，大概是目前为止，美国要我们增加的数字。那当然，以台湾目前我们的这个1.8到1.9兆，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才3兆，那几乎是占了1半以上，那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所以这个的确会对我们台湾未来的，如果假设真的要这么做，当然会对我们台湾的财政支出先出现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因为小笠原信息就讲，你这样子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这个沉重的负担你会逼着台湾人民搞不好做一个不同的选择，搞不好要选择一个亲中的政府。对，他居然怎么讲？他说台湾在应对中国入侵的方面，你根本准备不足。美国人密切关注台湾人是否重视你自身武装，他呼吁台湾人要清醒。对，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台湾的中央社就说，那你要怎么说？他就说举乌克兰的这个例子，他说乌克兰要强化自我防御，才能够激励外界提供资源。他就说台湾不要到处这个纠结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要专注于提升这个实质的这个军事能力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意思说，你外交部不要了，你把外交部的预算全部拿去国防。等于他意思是说，你要更把这个预算呢更多拨到我们的这个国防里面。好，那我就讲嘛。如果真的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未来5%的数字，我们看数字是大幅提升。那你还说过去他是学者嘛，他这样讲没有问题。可他现在被提名为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政策次长的时候，未来美国国防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可能搞不好就会如他所说，会把这个拿出去。因为不只是他这样说嘛。事实上，连川普在总统大选的过程里面，也有他内部人士也有类似这样的主张，所以才说了，这个其实呢，他未来如果真的被任命成功的话，未来台湾的国防经费恐怕会变成是台湾跟美国要互相计较的一个部分。而且他不是走阿马狗，对，他的整个家族是美国的基因家族，他的祖父他是国安世家，对，他的祖父威廉科尔比是尼克森时代里面，他是等于说领导中央情报局的人，对，就 CIA 的这个局长，你就知道，事实上他曾经呢，在这个川普第1任期的时候，他也担任说副助理国防部部长啦。那后来还担任过美国的这个国安中心的这个所谓的国防计划主任。然后他2019年的时候，他还跟另外一个作者写了马拉松倡议，就是我们要跟中国长期对抗嘛。所以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中国威胁这个人。那重视中国威胁的人，他当然会希望说，台湾啊，你觉得，尤其我们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最前沿，你觉得要自己提高你自己的经费。好，瑞德刚才讲的，你如果要增加国防预算来保护台湾安全，我们大家可以接受，可以要增加到5%。刚才讲那是9000亿到1兆，等于说是我们整个国家总预算的1/3。
那谁受得了啊？对，没有错。那么反正川普政府就是他所用的国防相关的人，就反正就狮子大开口啊。川普说10%，然后他现在的这个市长说5%等等，但是你反正要增加啦，你不可能一口气增加那么多。最近台湾的中央政府才被抢了3000多亿啊，所以你哪来那么多钱嘛？那么事实上呢，那个川普呢，那么今天公布的他国防部的2个2号跟3号的这个相关的头目啊，那么他的副部长呢叫做费恩伯格，是第1任的情报顾问。那么他很特别，为什么？他是军火商，军火商，对他叫军火商去当2号人物，他是军火商，他干嘛的？他的军火公司专门做这个这个超音速飞弹、极音速飞弹，专门针对老共的。所以事实上呢，他所用的人就是表面上他说他跟习近平关系不错，但事实上他用的人都是鹰派。哦，他在这个国防部的部分呢，这个副部长呢，他是鹰派，专做这个极音速飞弹。那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政策次长柯伯吉，对不对哦？那么他就是发表他一向对台湾应该认为说台湾应该多负一点这个责任，多一点居够。我跟你讲坦白的，你要我买5%，你要我增加到5%，对不对？那你要给我什么？卖什么？对啊，你要给我什么？那么你不能只讲5%，难道说我养一堆兵吗？我养到30万、40万兵吗？不是这个样子嘛。宝杰，上个礼拜发生一件事，你知道美国神盾舰，那么14个月以来不在红海那个地方巡逻，专门对付这个也门的福塞组织吗？那么14个月以来啊，美国包括空袭，包括这个等于说，那么从航空母舰出发啦，包括飞弹，包括什么，没有一架载人的直升机，没有一架载人的飞机被打下来。但上个礼拜被打下来，胡塞组织跳出来说我们打的，美军否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美军自己打的，把自己的大黄蜂给打下来。打下这个 F-18大黄蜂的是什么飞弹吗？是标2飞弹。那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模一样的飞弹，现在在我们4艘的基德舰上面，也就是标2飞弹呢，一艘有68枚一模一样的标2飞弹，射程超过160公里。为什么基德舰是一个防空最棒？我们现在所有军舰里面防空最棒，它是次神盾，因为我们现在要神盾级的，但是事实上4艘基德舰就是神盾级还没有之前的那个这个最接近神盾的，但是它的防空飞弹标2飞弹就有这个能力。他就有这个本事把它这个等于说这份，那我问你啊 ，F-18大黄蜂打下来，那么歼10、歼11、苏凯30的，包括你的歼16，有没有本事打下来？当然有本事打下来。我跟你买标3跟标6飞弹，可是一造我跟你告诉各位，世上没有天下掉下来了，为什么？他跟这个北约也是这样开口啊，跟德国、跟法国也是这样开口啊。后来马克宏跟他答应了增加相关的这个等于经费支出，他就吹球把球，川普就 OK， 也没有达到川普要的金额，所以你要先给他嘛。标3跟标6飞弹，我们在4年前开口跟他买过，当时标准飞弹的厂商来到我们台湾，那么蔡英文政府里面国防部就给他开了嘛，不卖啊，当时不卖嘛，你现在不是要增加到5%吗？好。标3飞弹、反弹道飞弹，那么标6反弹道飞弹之外呢，连包括天上卫星都打了下来。标6飞弹比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标2飞弹更棒哦。那么它的反雷达，它的雷达搜寻更棒嘛。那我们开口，我们就直接你要我缴，我就给你买嘛。买了以后，就跟那个智慧型水雷跟 AGM-158一样，这些飞弹一样，反正你开口，我就开清单给你买。不卖还是领导的代志。好，或者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财政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过去蔡英文政府都讲，我们的财政纪律非常好，我们每年都有超收的这个所谓的税，这个超征的这个税额，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钱绝对是够的，我们绝对不会再留子孙。就现在财政收支划分法出来了以后，我们的财政部次长才告诉我们说，哦，对不起哦，我们每年都赤字，我们一查才知道，搞了半天，我们现在每年将近有5000亿的赤字。我们有这么多的赤字之外，刚刚讲。如果今天再把这个军费弄进来，那不就完蛋了吗？搞了半天，你当年搞的所有的特别预算，现在大家都在帮你还钱，我们就没钱了。美国当然是狮子大开口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民党政府自己执政也是不负责任。你记得去年选举的时候，蔡英文讲什么？我们财政状况是历来最好，国力历来最强，我还债最多。结果财划法一过之后，现在讲什么？没钱啊，没钱，我赤字了。那你现在是在打脸蔡英文，还是去年说蔡英文去年说谎吗？对不对？那去年都讲的这么好，那时候还说每年都讲超增，对不对？说那个超增
超增是你预算当初规划的时候规划太保守，结果把它讲成说，你看这是我好厉害，我执政的政绩。对，到今年突然说，今年前2天财政部还在讲今年会超增呢，结果现在马上就跟你讲没钱。那我要讲说财划法，他们现在把它讲的好像天大地大，然后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他现在当时的特别预算都说我们都有规划，我们每一个特别预算都有非常严谨的财务计划。可你现在回头过来看，那根本骗人嘛！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蔡英文任内2兆多、将近3兆的这些特别预算，已经快把台湾给压垮了。那时候因为反正在留子孙后面呢，他当初的东西就是现在那个赖清德碰到困境嘛，当时都讲没问题嘛，当时拼命借嘛，对不对？赖清德现在挨给你看嘛，说你看没钱，对不对？那问题是你们当初每个人都说。因为借来钱最好用嘛，也不用我自己还，对不对？我付点利息后面人来处理。但是就说今天在讲财划法这件事情，我觉得你昨天居然讲到说什么台风天灾你们自己处理，我就不知道这个话，你看黄伟哲还是陈其迈敢不敢应，对？哪有这样？还是你今天的状况，为什么台南跟高雄会挨？因为以前的钱都私房钱通通给他们嘛，对。然后其他县市分的少，现在摊在台面上的时候，大家分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嘛。但今天你发现民进党的县市长今天集体跳出来说，我反对这样的一个财划法。我跟你讲，每一个人拿的都比以前多啦，只是说他会觉得说我比人家少，但是问题是以前的塞开一波生啊，对不对？刚刚不是在讲吗？要做一个渔港，你要他几千万，他给你几亿啊，对不对？那做一个。棒球场给新竹做一个棒球场12亿，他还嫌不够，3.5亿变12亿。对啊，他那以前钱这么好花，对不对？那我要讲说，今天民党一天到晚在挨，我先讲，第一个在审查这个预算的过程中间，立法院在野党有等，一直跟你讲说，你行政要不要提版本来，要不要提版本来，不提就是不提，然后现在跟你讲说你没有讨论，没有协商，等你几个月，你说我不提就是不提。完全不提版本，然后那你叫他怎么办？再来一个，原本国民党喊价喊5700多万，对不对？要地方5700多亿，5700多亿，现在变成3700多亿。其实已经就有考量到你财政状况，考量到你中央政府。问题是你中央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谈过。反正就是不准删了就是会出事情。你说当初5700，你说太高，那4700、3700、2700、1700，你到底提了哪个版本？通通都没有，然后呢？所以现在的意思是说，只要我没有赞成，我不同意的东西都不可以讨论吗？都不可以过吗？就是完全的不负责任嘛。之前不小心写了那个戒严，我以为说摆的不小心写，我现在觉得他们根本想搞戒严嘛。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说他完全不讨论，然后现在完全就是只是扣帽子。那今天增加这些钱，我要讲统筹分配税。它有分配2个字，就是收来之后你还是要花下去的。所以他今天来讲，你多给地方3700，可是原本这些钱有很大部分是你没有抓在手上，你也是要给，只是原本你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现在变成一个制度化，哪有他讲那么严重？